它裡面這一粒一粒的看起來很像飯粒，但是它其實不是飯粒，然後有一點沒味道，吃起来蠻難吃的。我覺得這個令我蠻意外，覺得其實還蠻好吃的，一點點淡淡的芥末味是蠻新奇的。吃完這個三色豆巧克力酥，其實我覺得蠻驚豔的。香菜花生冰淇淋，我覺得不會難吃，但是就是有點詭異，所以你咬下去會有一點點爆出香菜的味道的那個醬的感覺。我覺得其實搭配起來，其實蠻好吃的。大家好，我們這一集我們要來開箱 Seven 4月1號愚人節出的一些相關搞笑產品吧。愚人節他們出了很多，就是你看起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產品，就是你可能看了 A， 但其實它實際上是 B。那我們就一一幫大家來開箱一下 7-Eleven 愚人節檔期出的一些產品。那最後我們還有加碼，也是同時間在3月31跟4月1號肯德基出的香菜蛋撻。那我們就一一幫大家開箱一下。第一個，我們先幫大家開箱一下这個產品蠻特別的，它的名字叫做這不是滷肉飯。我是看起來覺得很像滷肉飯啊，但實際上我還是看不太出來它是什麼。我們幫大家試吃看看，這個它看起來就是這樣子，看起來很像滷肉飯，但是那個一粒一粒的看起来又不是滷肉飯。我們吃一下，它裡面這一粒一粒的看起來很像飯粒，但是它其實不是飯粒，有點像麵嗎？我剛剛不小心把包裝丟掉，有點吃不太出來它是什麼東西耶，有點像麵團，就是像意大利麵那個小顆小顆那種麵的感覺嗎？這個我真的覺得有點疑惑，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不會很難吃，真的確實也有點像滷肉飯，但是很像是意大利麵或是什麼螺旋麵那種變成很小的那種意大利麵的那種小麵團的感覺，但是吃起來不會很難吃，味道也還可以，但是就是覺得很奇怪，覺得滷肉就應該配在飯上才對，就是這樣吃起來會買覺得很新奇啊，但是我覺得吃起來有點詭異。但是不會很難吃，是還可以吃的，對，不會說有一些東西想象的很可怕這樣子，我覺得還可以，滷肉味道不錯，然後那個像麵團的東西也還不錯，只是說整體搭配起來有點不協調，那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參考看看。第二個我們要開箱這個就是所謂的翻轉肉鬆飯糰，大家從外包裝跟裡面可以看出來，就是原本的肉鬆飯糰就是把肉鬆的內餡包在飯糰的中間，那它就變成把肉鬆鋪在飯糰的外面，那飯糰本身的米飯就變成這個飯糰的內餡。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我覺得看起來不是很好吃的感覺啊。給大家看一下，它變成裡面全部都是一團白飯，然後外面的話全部都是肉鬆。那這個吃起來，我個人覺得蠻不好吃的，我覺得蠻難吃的。肉鬆本身就要夾在裡面，才比較不會有鬆散的感覺。它有刻意把它壓得很緊，但是我覺得如果把肉鬆當成那一片海苔的話，然後裡面的飯有點過厚了，因為你在咬肉鬆飯糰、御飯糰的時候，你咬下去應該會有的層次就是飯配厚一點肉鬆再配飯，這樣的層次會比較好。但是裡面就變成一坨飯，那你也知道御飯糰是冰的，一坨飯就变得冷冰冰的，然後有一點沒味道，吃起来蠻難吃的。我覺得大家如果覺得很新奇，可以買來看看。這個就愚人節就算了，就原諒它啦。肉鬆也沒有很好，我覺得夾在中間肉鬆會比較有層次，也比較不會那麼乾，因為它把肉鬆包在外面以後變得有點乾，然後內裡的飯就變給幾碗這樣子，變成一大團哦，然後冰冰的，然後也不軟，硬硬的這樣子，我覺得不太好吃呢。這個評價蠻低的。再來就是盲盒海苔，它就是你裡面打開你也不知道是什麼，它有可能有什麼魚卵龍蝦風味沙拉，或是什麼奇怪的沙拉都有可能。那我們就幫大家開箱這個盲盒御飯糰，連御飯糰都可以做成盲盒了，也不知道會吃什麼。我希望不要吃到跟剛剛一樣那個肉鬆是覺得怪怪的，吃起來不太好吃的。我們把它打開御飯糰來吃看看。這個盲盒御飯糰打開的話，就是一般的御飯糰的龍蝦沙拉。其實這個話就是一般的御飯糰，就跟大家平常買的御飯糰差不多啊，只是說它就多了一個噱頭，就是你可能買給朋友啊，然後給他猜一下，讓他有一點不確定感，但是也是算是整人飯糰之一。如果不喜歡這個龍蝦御飯糰的話，那其實買這個就意義就不大，或是你很自虐，想要讓自己踩雷一下，那你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它有可能是原味，有可能是龍蝦，這就是一個噱頭。對，那我覺得偶爾來一次愚人節還不錯，對，蠻有創意的。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限定商品，也知道這一套把戲也沒辦法玩太久了。我們接下來再幫他開箱，這個是這不是抹茶鬆餅。
這個看起來的話，外觀看起來大家都可能會覺得是抹茶鬆餅。那其實仔細看一下，包裝，大家仔細看一下包裝，大家就知道什麼。那我們也先幫大家試看看，到時候再跟大家講是什麼。那它是這樣子，看起來確實很像抹茶的奶油鬆餅或是什麼之類的。那大家如果有看成分什麼，大概也知道，其實它不是抹茶鬆餅，它就是芥末鬆餅。但是其實跟我想的不一樣，其實我覺得我剛才吃會覺得很可怕。但是吃了以後覺得其實不會耶，其實這個令我蠻意外，覺得其實還蠻好吃的，一點點淡淡的芥末味是蠻新奇的。如果你想要吃鹹的鬆餅的話，是可以考慮的，因為一般外面的鬆餅的話，80%可能是巧克力啊、奶油啊、草莓鬆餅或是紅豆的，基本上都是甜的居多。如果你忽然想要來一點鹹的，其實這個搭配起來，我覺得不會太不違和，其實還蠻合的，還蠻滑順的。它不會是很重的那種芥末味道，帶有一點點微微的芥末的嗆味，加上芥末本身的香味搭配在鬆餅上面，我覺得還不錯，是我覺得蠻意外，在這波整騰商品裡面，我覺得還算蠻好吃的。然後再来，这不是菠蘿麵包。這個遠看的話，你會覺得是菠蘿麵包，但是近看的話，打開的話，其實一拿出來，大家就知道這個其實就是一片餅乾。幫大家試試看看，是很硬的餅乾哦，跟以往大家對於菠蘿麵包的想象，菠蘿麵包是軟的，這是超硬的。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就是一塊硬餅乾，就很像下午茶可以配的那種奶油餅乾，有點像是蓮花餅乾，你知道有些咖啡會配一小片蓮花餅乾的那一種類型。餅乾本身不錯，蠻適合配咖啡跟茶的，只是有點大塊不好入口，然後因為這麼大塊的話，有點容易掉屑或幹嘛的，所以呢，就是另外就是老話一句，就是如果你想要買餅乾，還有其他選擇，不一定會買這個啊。但是如果以愚人節的整人產品來講的話，我覺得還不錯，也可以讓你同事或是讓你同學吃吃看。你不一定要吃，但是一定要給你朋友吃。那再來，這個是被很多人罵很慘的三色豆巧克酥，就是很多人覺得怎麼會有廠商願意做這個？這個還是盛香珍做的哦，是大品牌的哦，對吧？怎麼會就是自尋死路？因為三色豆對很多人來講都是很夢魘、很地獄的一個產品。很多便當一定都放三色豆，現在我覺得還好了。對，那大家就覺得三色豆很恐懼，但打開的話是這樣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一個巧克酥，有3個顏色的巧克酥，就是可能3個夾心，應該說算2個啦。對，因為它就是橘色跟綠色，黃色的話它是可能用成奶油，上面的奶油，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就是這樣子，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這個三色豆巧克酥，其實我覺得蠻驚豔的，因為其實它不是真的三色豆。我剛仔細看一下，其實它裡面的那些層次、那些顏色啊，它其實是白巧克力，它還是算巧克力的巧克酥，就是大家最喜歡的。然後只是它那些橘色跟綠色跟黄色那三色豆顏色，它是用白巧克力去調成其他顏色。那本身它也沒有太多這些三色豆、玉米啊、豆子跟胡蘿蔔的味道，沒有。就是還是一樣，還蠻香的，我覺得調的還不錯，還蠻香的巧克酥的味道，就是還蠻香的一個餅乾，白巧克力餅乾的味道，我覺得不錯，只是外觀看起來像三色豆，人家吃之前會有點恐懼，但是吃下去其實我覺得蠻好吃的，對，就是你在不考慮它的包裝跟它的價格的時候，如果吃這個的話，是不會排斥、不會抗拒的零食哦，我覺得還不錯。可以推薦給大家看看，這個好像還有在4月1號開始還有買1送1的活動，對，我覺得還不錯，三色豆巧克酥可以放在大家聚會的時候，讓大家每一個嘗，然後嘗完以後大家覺得，其實沒有想象中差，接下來是花生香菜冰淇淋，這個也是他們4月1號愚人節的一個限定商品，但是它其實在愚人節早一點點就有先出了，應該也蠻多人有吃過，但我也沒有吃過香菜花生冰淇淋，幫大家試試看看。拆完包裝就是這樣子，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就是一個香菜花生冰淇淋，它好像內餡還有一點點巧克力還是花生醬，幫大家試試看香菜花生冰淇淋。吃完這個香菜花生冰淇淋，我覺得不會難吃，但是就是有點詭異，就是鹹的冰淇淋，對，就是有一點帶有香菜味，香菜味很重哦，它的香菜味重的程度大概就是蚵仔米酸，你可以聞到香菜味道的那種重。那它搭配花生，花生不錯啦。然後搭配裡面的這個就是花生粒跟花生醬，配起來我覺得不會很難吃，
然後也還算刷水。對，如果你喜歡香菜，但你不喜歡香菜的話，你可能就吃一口就吐了。对，但是如果你可以接受香菜或喜歡香菜的话，我是就是中等，没有特別喜歡，然後還可以接受，是可以一口接一口吃完的一個冰淇淋。但是如果真的要選甜筒，我還是比較喜歡巧克力的。就香菜吃起來蠻特別的，但是你會想要再嘗試一次嗎？如果有其他選擇，我會選其他的，但吃起來是不難吃的。接下來另外一個也是愚人節的限定商品，就是這個拉麵造型杯的冰淇淋。對，可以看一下，它就是看起來很像拉麵的，打開就是這樣子。其實它外觀我覺得有一點可怕，就是它是冰淇淋沒錯，但是它做的像就是鹹的拉麵。我也還沒試吃，我等下幫大家試試看看，有點可怕啦。我覺得就是這樣子的形狀，會覺得讓我覺得，因為畢竟拉麵就是要吃鹹的，它如果變成甜的話，對，我們來試試看看。它是這樣子，挖了一口起來，然後這是荷包蛋，它吃起來其實是不錯的冰淇淋啊。你可以想象到它做的外觀，覺得看起來就是做的像拉麵一樣，覺得有點怪怪的，怕會是鹹的，像剛剛前面香菜冰淇淋吃起來有點危險。那這就是全甜的，那上面的那個黑色就是可以想象得出來，就是巧克力醬。那裡面就是一個內裡主體就是一個香草冰淇淋，搭配很多的餡料啊，像可能開心果粒啊、花生粒啊，然後還有一些焦糖醬啊。這個也是以外觀或是噱頭取勝啊。但是如果你要吃冰淇淋，也本身不會去買這個來吃啊。對，但是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他還有說什麼要加牛奶更好吃，或是放入微波加熱12秒。對，這我沒有試，我就直接單吃這個冰淇淋，是還不錯，還蠻甜的。小朋友或是喜歡吃甜的會喜歡，但是這個造型加上可能這個價格也沒有到特別便宜，然後這個是韓國進口的，我是覺得可以吃一次，或是在愚人節的時候可以跟大家玩遊戲開 party 的時候可以拿起來跟大家分享看看。但是如果要特別去買，我可能也不會特別去買。最後要幫大家額外開箱的是肯德基的香菜蛋撻，這也是在 Seven 愚人節當天出新品的時間，肯德基也同時出了這個香菜蛋撻，所以我們幫大家看一下它的話，橫切面是這樣子，因為我剛剛把它切開，但真的很難切，它層次太多，真的是沒辦法切出很完整的這個平整面。那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給大家看看這個香菜蛋撻，我剛剛吃了一整個。其實它這個香菜蛋撻的話，就是它建立在肯德基基本上把蛋撻做得很完美上面，然後加上它上面那一些碎塊，就是 Doritos 的香菜口味的 Doritos， 把它放在上面。本身肯德基蛋撻就很好吃了，因為它的口感啊、它的酥脆度，還有它內餡的滑順程度，其實大家應該就都知道了啦，就已經很好吃，這個我就不赘述了。但是你搭配 Doritos 的碎片，然後它不僅是上面有碎片，它內裡還有香菜的特調的一些內餡的醬，所以你咬下去會有一點點爆出香菜的味道的那個醬的感覺。我覺得其實搭配起來，其實蠻好吃的。肯德基本身蛋撻的層次就已經很好了，但再加上很脆的 Doritos 跟很特別的醬汁爆出來的話，它變成層次更豐富，然後味道也很特別。蛋撻本身的香味已經夠好了 ，Doritos 的香菜口味其實我覺得也不會難吃，也蠻好吃的啦。然后再加上裡面的內餡的醬汁，我覺得吃起來蠻棒的，是我覺得會回購蠻多次的一樣產品哎。對，就是肯德基的香菜蛋撻，就是還蠻推薦給大家，可以去買這個肯德基香菜蛋撻，我覺得是蠻好吃的哦，覺得蠻讚的。大致上我們今天開箱就以這些產品為主 ，7-11還有其他第二波愚人節的產品，還有一些東西還沒出，我們會可能在後面再做一集在第二波的一些愚人節產品，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啊？就是一些比較特別的那些東西，它表定可能4月1號上，但可能到4月4號才出之類的。我有問一些店員，那我們以這些產品，那這些產品其實最大的重點不一定是這些產品好吃，我覺得4月1號這一波愚人節的相關產品，就是它有沒有很有趣，有沒有夠稀奇，或是有沒有很有噱頭，或是讓你有沒有會心一笑，或是會想罵人，這些我覺得才是它最大的賣點。對，好不好吃或是味道怎麼樣，我覺得都是其次啊。所以經過剛剛的介紹，如果大家覺得想要在愚人節或是愚人節後可能整朋友一波或幹嘛的，大家可以去嘗試這些。但有些東西我覺得意外的好吃哦，是可以直接因為好吃買來的哦，大家就可以自己斟酌看看。对，那我們這集大致上就到這邊，那謝謝大家。